今夕何夕兮，千舟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与王子同舟。山有木须莫有之，心悦君兮知人不知。山有木兮莫有之，心悦君兮知不知。君不知。臣告退。德让，今日殿上之事你怎么看？我相信宋皇帝对2万次品并不知情。宋廷吏治一向不清明，或许有人欺上瞒下，从中牟利。我的看法跟你一致。对。可是你今日并没有阻止他们前去宋庭行问罪之事啊。毕竟皇上已经同意了，哀家也不好出言反对。我说了，要慢慢的还政于他，所以很多事情由他自己定夺，哀家也不愿干涉太多。我懂。院长，请。10日了，皇上自然风寒，以10日为轴，每日书奏，谨送来大清书院。潘大人呐，这奏书那可是皇上御笔朱批呀。既如此，皇上为何不见我等？如若皇上病重在榻，又何来气力批阅这些奏书呢？张公公，皇上龙体究竟如何呀？回曹大人，皇上只是偶感风寒，伴有头痛，太医嘱咐不能见风。仅如此？仅如此。可我听闻，董太医一直被留在惠府阁。皇上需要净身服侍。皇上龙体既然违和，我等请求探视。太医说，皇上，我等可以前往惠府阁，哪怕只是世外听宣，还请公公通传。有劳公公，我等今日一定要见到皇上。好，那请诸位大人在这里等候，奴婢这就去请示皇上。不必了，皇上需静养，
诸位成公，不便相扰，请听旨意。皇上口谕：秋季将近，礼仪院应从速备之。今岁秋季，由枢密使苏义简主持，梁府宰执监督，望众成公戮力同心，不负朕心。臣等领旨。请问娘娘，我等何时可以觐见皇上？皇上头疼之症有所缓解，自会宣召。此乃圣意，还是娘娘之意？韩国公之意是怀疑本宫假传圣旨。为人臣者，心忧君体，娘娘当应理解。皇上并无大碍，奏书每日有朱批御笔，尔等照办便是。臣斗胆敢问娘娘，这朱批可是皇上亲笔所写？寇相何出此言？臣曾经见过娘娘的字迹，与皇上八九不差。寇相言下之意，是怀疑本宫擅阅奏书，干涉朝政。既如此，寇相可否指出哪一句、哪一字出自刘娥之手，而非皇上御笔？太傅大人，你是皇上的老师，对皇上的字迹最为熟知，请问你可辨出不同？老臣虽辨不出，然老臣有要事，请面见皇上。皇上已服药睡下，老臣可以等。太傅大人有何要事？非要今日面见皇上？储君者，国之根本。老臣要奏请皇上早立太子。早立太子？敢问太傅大人，你以为要立谁？此乃朝政，后妃不得干预。放肆！我朝虽暂无皇嗣，但皇上正值年华，今次皇上只是偶感微恙，尔等便包藏祸心，是要犯上作乱吗？还是说尔等盼着皇上龙御宾天？臣等知罪，臣等奏皇后。张公公，你去晋王府传旨，就说新晋属地进贡了一批蜀锦，品相尚好，命上衣库给内外命妇们做几身衣裳，宣继王妃进宫，让她挑选花色样式，顺便将新出生的小殿下一并带来，本宫瞧瞧，给小殿下也制几身衣裳。奴婢知晓了。别哭了，你自小性子就软弱，可那是你亲生的孩子，舐犊情深，你能将他抱进宫，却没出息将他抱出来。她是娘娘，直言要留婵儿陪她几日，女儿如何拒绝？你本就不该将小殿下抱进宫的。这还不是要怨父亲？是你出言惹怒了德妃，她才会在你还没出宫之前将我诓进了宫。好一个德妃，好一个心机深沉的女人！如今皇上病重，国无皇嗣，她这是要我们投鼠忌器啊！殿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魔劫居士的血稀图，本王临摹了数十次，便属这次画的最好。被思琪这么一闹，哼，全完了。殿下，德妃喜欢婵儿，潜留宫中陪她几日。可婵儿还小啊。思琪，入秋天凉，你刚生完孩子，身体弱着呢，早些回房休息。婵儿的事不怪你，放心吧，本王和岳丈自有办法。殿下究竟作何计较啊？岳丈，你可能确定皇上真的病重？只是近来宫中种种迹象，皆不太寻常。
不得不令人怀疑罢了。可岳丈不是也说了，德妃传了皇上口谕，准备秋季，到了那日，皇上便该出面了吧？可是到了秋季之日，皇上还没露面呢。十一殿下，有些事还当早做准备。岳丈，你可曾想过，此乃一局？岳丈不觉得皇上这病来得太巧了吗？狸猫大闹中秋，宫中流言四起，接到是德妃把这不祥之物引入了宫中，而此时狸猫之事尚未有定论，皇兄却突然病倒了。今日皇上身体欠安，听殿下这般说，老臣也觉得此事的确透着古怪。可这真会是皇上设的局吗？岳丈莫忘了，本王又新添了一子。十一殿下忖度。此乃皇上联合德妃设下的一个试炼众成功的局，一个关乎皇嗣大统的局。哎呦，笑了笑了，哎呦，你笑了，怎么好看呀？你怎么那么好看呀？啊，真好看！你呀，你还乐呢？你乐了。这眼睛长得还真像纪王，乌溜溜、亮晶晶的。我以为比纪王那双寂静无波的眼睛要好看许多。婵儿长大了，定会因今日之事怪罪你黄伯母的。事急从权，娘娘这样做也是为了皇上，为了大宋江山的安稳。可这也是一招险棋，也不知能牵制这岌岌可危的朝堂局面多长时日。距离秋季尚有半月之期，娘娘既代皇上传了口谕，至少这半月之内，各大士族不敢妄动的。可快到秋季了，若是皇上还不醒来，姐姐，到那时该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晓。不知？婉儿呢？婉儿姐姐一直在榻前侍奉皇上呢。乖宝宝，乖宝宝啊，乖宝宝。他近几日都这样吗？是，琳琅他们劝过，可婕妤娘娘根本不听，有时甚至会跪上一夜呢。娘娘要不要去劝劝啊？不必了，将皇上赐给我那件雪狐大氅给拿来。另外吩咐琳琅备好暖炉和参汤。是。三郎，你何时变得如此顽皮了？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想让我替你担心。我可要告知你啊，你若再不醒来，可就真的乱了。前朝后宫，我根本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三郎，三郎，你不
不能置你的大宋江山不理，置天下百姓不管，更不能如此这般不睬我。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小皇子吗？一个你我骨血共同孕育的皇子。等你醒来，我们再尽兴生一个，好不好？到时候你教他骑马、打猎、读书，教他参与朝政，让他天天替你看着这万里山河。到那时候，你再与我一同去蜀地住一段日子吧。那是我的家乡，我一直都很想带你去看看。我们蜀地有一种花朵，叫云台，串串鹅黄色的花蕊，点缀在那翠绿色的花茎上，煞是好看。三郎倒是一定要为婴儿采上一朵，插在婴儿的鬓发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娘娘，先喝点茶水，用些糕点，少爷很快就会回来了。你再去催催。下去吧，本宫想一个人待会儿。是。林邦，怎么会有林邦？林邦，贱人，坏我大事！
娘娘，忍一忍。少爷，下去吧。是。打疼了？这府里怎么会有狸猫呢？你说呢？可是它跟春兰阁、仲秋宴的那只很像啊。因为这两只本就是一对。哥哥，你竟豢养狸猫？那只狸猫闹出那么大动静，你为何不杀了它呢？免得落人口实。杀？你以为训练出一只听到鼓声就发狂的狸猫那么容易？怪不得那晚你让月儿传话，让我逼刘娥操骨。谁让你这般没用？差点引火烧身，坏了我的大计。现在就又放走了这仅有的一只畜生。一只小小狸猫有什么用呢？而今流言传遍整个后宫前朝，又真能伤到刘娥她几分呢？你以为我这样做是为了谁？你若有本事，能争得皇上宠爱，我们潘氏一族又何至于到今日这般仰人鼻息？争得了宠爱又如何？我与皇上血脉不相容，终究生不出皇子。那也不能让其他后妃有子嗣。可是皇位还需要有你。太祖当年也不过就是个殿前都点监，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取代了后周，才建立了大宋。我潘氏一族世代名将出身，比他赵家又差得了几分？谁说这江山就一定得姓赵？一姐，娘娘，何事？东京街头发现了很多纵马无忌之人，从他们衣着打扮来看，多半是辽人无疑，尤其那领头之人，更是面善了。领头人为何人？耶律留守。辽之上将军。是。他怎么又来了？雄诸交接才不过1个月，如果大辽派使臣来朝，前方驿站为何不报？这也正是我心中之虑。无论如何，此番迹象皆表明耶律留守一行来者不善。人既已来了东京，无论是何目的，迟早会知道的。是。娘娘，还是不打算告诉我真相？此话何意？寇相虽见过你的字迹，却不比我深知。而你现在的字迹确实跟皇上的很像，连我都差点瞒了过去。可你忘了，你每次在说横折之笔时，在转弯之处，都会有所顿笔，所以此处的墨迹会深一点。皇上书写流畅，绝不会在任何转弯之处留下深一点的印记。如此细小的差别，外人很难察觉。即使有所注意，也许是觉得万历不均造成。何况皇上如今在病中，很难让人起疑。但是却瞒不过我。一简心思细腻，你并非外人，告知你也无妨。皇上一直在昏迷之中。
上将军这身打扮，看着倒是新鲜。本将要见你们皇帝。皇上有旨，赐宴集英殿，为诸位大辽使臣接风洗尘。上将军，请。哼。德妃娘娘，这弄的是什么玄虚啊？寇大人何出此言？大辽使臣来朝，应该在文德殿觐见，却反倒设宴，这是什么人出的主意啊？按照礼制，辽使来朝只在文德殿觐见罢了。这后妃不得干政，更不能随便出入文德殿。不过这宴席之上，倒可以设有德妃娘娘的坐姿。哎，不会今日皇上又不能来吧？哎啊！寇大人意欲何为？本相要去问问德妃娘娘，皇上到底怎么回事？寇大人始终不相信娘娘所言。虽然我辨不清那奏书上的笔迹，但是虽是皇上这么些年了，总还知道这御批当中的差异吧？可皇上在病中，或许有些朝事要征询娘娘一二，并非不可能。德妃娘娘驾到！参见德妃娘娘。皇上龙体欠安，口谕命本宫代为宴请辽朝使臣宣。娘娘且慢，外邦使臣来朝，皇上不见，怕是不妥吧？韩国公怎知皇上不见？今日只是宴请，由本宫代为作陪，有何不妥吗？敢问娘娘，皇上何时接见使臣？明日还是后日？皇上的圣意，岂容你揣测？娘娘息怒，毕竟两邦相交事大，臣只是为君分忧。潘大人有心了，既知两邦相交事大，就莫让辽朝使臣在外等候多时，让人看了笑话。宣大辽使臣觐见。宣大辽使臣觐见。你们皇帝呢？皇上偶感微恙，待龙体稍安，自会接见上将军。莫不是宋朝皇帝知晓我等来兴师问罪，躲起来了吧？大胆，竟敢对我大宋天子如此的出言不逊！本将说错了吗？难道不是宋朝皇帝因你朝破坏了澶渊之盟，而不敢见本将吗？上将军慎言，我朝破坏澶渊盟约，将军何出此言？你可有凭证？哼，德妃娘娘，在这大宋朝廷之上，你若如我朝太后那般能主事，本将倒也不是非要见宋朝皇帝。放肆！我为臣子，恪守朝纲，岂能僭越？我大宋尊卑有别，阴阳有序，其中尔等胡乱非议我朝。娘娘，为了我大宋之威仪，若皇上确实龙体不适，恳请娘娘请陛下下旨，由纪王全权处理接待大辽使臣事宜。让太傅操心了。事关我朝威仪之大事，朕
理当亲自处理，便不劳驾纪王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赐座。赐座。谢陛下。娘娘醒了，皇上醒了，皇上醒了。你说皇上？对，皇上醒了，皇上他醒了。娘娘，皇上他真的醒了。皇上他在哪里？他真的好了，他现在在哪里？皇上醒后，听闻德妃娘娘在锦英殿宴请大辽使臣，便赶着过去了。快扶我去！我要去见皇上！我要去见皇上！我不能见他，我不能见他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赐酒。上将军，尽着我朝官员之服饰，可是入境随俗了？大宋皇帝谨致誓书。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，前奉欢盟，以封土之仪助军旅之费，卷20万匹，银10万两，更不差使者前往北朝。上将军上次前来所借物资时，还是使臣，1月有余。上将军的身份竟变得如此不同。陛下，是在上将军说是我朝破坏了澶渊盟约，这是问罪之师。宋朝皇帝，请看。上将军，这是何意？这些绢片乃宋朝送我朝的岁币，20万绢帛中竟然混入2万次品。大宋此举，无异对我朝的羞辱，还请宋朝皇帝给我朝一个交代。上将军，你是如何得知这绢片来自那些岁币呢？这是本将亲自割下，难道还有假吗？东太医，婕妤娘娘如何？夫人，娘娘本就先天不足，后又受过阴寒，以致体弱。不过经过调养，近日有所改善。她这几日思虑过重，饮食过少，大悲大喜之下，导致心悸晕倒。不过并无大碍，待老臣开副方子，再煎服几次便可。夫人不必担心。董太医的医术，老身自然是信得过的。琳琅，去给太医取笔墨来。是。婕妤娘娘新得皇上宠爱，身子娇贵，老身担心的是太医院的太医官们处置不周。董太医开了方子，还烦请亲自前去取药来。夫人，臣可以离开惠富阁了。董太医何时又不能离开惠富阁了？夫人所言极是。近日皇上偶感风寒，老臣只是在惠富阁净身伺候汤药。董太医是个明白人。夫人，笔墨取来了。告辞了。澶渊盟约，缔结坎坷，
两邦情谊来之不易，此事朕定会好好调查。倘若真的有人从中作梗，肆意的破坏盟约，朕也绝不会轻饶。品仲，在。这件事便交由你调查，务求10日之内，将此事调查个清清楚楚，给上将军一个交代。臣领旨。当然，上将军也可亲自参与调查。参与就不必了，我等还有事要办。那便10日之后，我等再来。到时，我倒要看看寇相给本将一个怎样的交代。上将军不在驿馆住下，我等要前往新郑拜祭轩辕帝。祭拜轩辕帝？轩辕帝是我大辽的始祖。轩辕帝与你辽朝有什么关系？我大辽自太祖皇帝时便有天神护佑，且数次降临草原，天神神通广大，佑我大辽人畜兴旺，繁荣昌盛。上将军口中的天神，莫非就是轩辕帝吧？不错，是以我大辽之名号译为大中央。我等奉我大辽皇帝之命，于9月初10之日祭拜。3月初3，乃是轩辕帝的诞辰，我中原皆在此日祭拜。3月初3，确为轩辕帝诞辰，但9月初10，乃我朝辽太宗诞辰。当年太宗领兵南下，建立大辽，创下千古基业，承蒙轩辕帝庇佑，我大辽族人奉若神明，特于此日祭拜，以表我大辽族人的感激敬仰之情。将军，轩辕帝乃天下之祖，钦佩大辽，也奉为天神。我大宋天子前往新郑，是为普天下子民祈福祭拜，宋辽同享先祖之垂福泽远。上将军意下如何？岁毕之事，已使我大辽朝内主战声四起。若我此行新郑受阻，不能祭拜我天神，曹太傅，你自有机会为国尽忠。哼！上将军此话，便是要撕毁盟约了。不知这是上将军之意，还是大辽皇帝与萧太后之意？总而言之，岁毕之事，事关两邦相交，还请宋朝皇帝谨慎处置，拜祭轩辕帝耽误不得。本将告辞。难道宋朝皇帝要强留本将在宫中？上将军多虑了，新郑也是我大宋天子管辖之内，普天之下，但有敬拜之心者，皆可去祭拜，对吧，陛下？德妃所言有理。拜祭轩辕帝，乃拜祭我大辽天神。宋朝皇帝既无异议，我等告辞。请陛下息怒，保重龙体要紧啊！陛下，臣命人去左藏库取来了绢帛，经过查验对比，证明此块绢片确实是我朝的贡品。陛下，去岁雨水繁多，天气闷热，故致残布土司，各州府送来的绢帛品质皆非上乘，质地稀薄，皆如内官手中所执啊！如若皆为次品，那21万上品又是从何而来呢？下官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，不过才挑出这20万的绢帛呀，后来又增了3万，许是慌乱当中不慎掺入这2万次品吧。这便是在怪朕，当初不该答应了大辽使者的请求，多给了3万品是吗？臣不敢呐！不敢！
朕看你们就是胆大妄为，不是2匹，不是20匹，是2万匹啊！一个3司使，一个大学士，朕的好臣工，我大宋的忠臣呐！你们是以为辽人眼瞎了吗？还是心着昏聩啊？臣惶恐。陛下，臣身为与辽交割主使，出此事端，臣罪无可赦，请陛下处罚。陛下，此事与丁大人无关，岁币皆由臣亲自去左长库调取，再呈降目给予丁大人。是以丁大人并不知那2万4品之事。如此说来，你对此事早就知晓了。臣不知。陛下明察，臣真的不知啊！王钦若与辽交割，煽动岁币，以次充好，破坏澶渊之盟，除去资政大学士一职，贬为中书舍人，丁谓为交割正使，罚俸1年。朕命你2人即刻给辽准备4万上等绢帛，快去准备。臣谢主隆恩。钦若，从今日起，你就别来上朝了。朕不想再看到你。臣领旨。在早眼光过，为水波生夜，春朝雨寂静晨雪，正安发。是轻轻杨柳，又是轻盼着东安然，只有后悔身世切。跟君一杯酒，歌一曲，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，切莫自珍